很多人对佐菲没有情怀，但是又凑齐六兄弟，所以说呢就想到了 KO。那么 KO 佐菲能不能平替万代来凑数呢？今天就我们来看一下。嗨，帅哥，给个3连呗！这玩意儿呢才出货2天，就有很多人催我赶快去做视频了。那么今天晚上就加一个班吧。可以看到这一个呢，标还有奥特曼没有抹去，看来这是一个翻到代理的盒子。这个时候呢，肯定就有人有疑问了，就是说佐菲的盒子不是一个小兽盒吗？这个怎么是正方形的呀？看着像是，和其他的奥特曼是一样大的盒子，并不是像传统的佐菲一样是窄盒子。这个呢，并不是 QQ 它原创的，就是说呢，今年7月份再版一次佐菲呢，就是改成这一种方盒子，也就是说这个是翻的是7月份的那一个盒子。同时呢，配色方面也是可以看到呢，是稍微有一点银色的效果，并不是像之前的一样是灰白色的。这样说的话，这波 QQ 可以啊，知道翻最好的版本。配置方面呢，也是和万代原版的一样，一个主体一昆队属性，然后3个配件再加上一个红灯。奥特六兄弟是很多人的童年情怀，但是呢，佐菲他就没有自己的剧，每次登场的时候呢，只记得一句话：无敌的佐菲又倒下了。咱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即便万代的只要2张露头就可以到手一个，但依旧还有这么多人想要看我去评了这一个气势的 KO。再加上这个是奥特曼最早的1.0数体，做的又瘦又小的。所以就想拿这一个 Q 来凑数嘛。Q 呢这次也是还原了万代的关节，全发毛嘛，所以说也继承了万代它身材比例过于美型化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它的重量方面呢是45克，身上可以荧光的地方呢就是眼睛还有胸灯。先来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缩模程度的问题。之前我拿这一个新版的赛文去对比那一个亚克的时候，很多人说亚克它作为新数体做的是太大了，和缩小的六兄弟对比是不合理的。这个流场的赛文还有这一个佐菲呢放一起可以看到，足足要高了半个头。所以说呢，这次缩模程度是控制的比之前要好了很多。但是我又不得不拿出来这一个亚克对比，因为这是我手头上唯一的一个正版的万代奥特曼了。差距是不算明显，再加上这一个昭和本来就比这一个新的数体要矮一点点嘛，所以说还算是可以接受的缩模程度。然后大家第二关心的方面呢，就是头雕的问题了。首先，它这个下巴呢没有像泰罗一样说的那么离谱，当然这只是纵向的，而横向的呢可以看到它这一个下巴呢好像是有点窄了，而且这个镜头的右边呢是要比左边要瘦上一些的。当然这次眼睛也是透明键嘛，没有阉割成涂装，可以看到侧面的耳朵细节呢也是没有阉割掉。只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总感觉他的眼睛呢做的是大了一些。不过他这个窄下巴再加上这一个大眼睛，给我一种那种剧场版佐菲的压迫感。至于头雕的这一块呢，并不是随口。我们从侧面看一下，是一个高度差导致的，不知道是开模问题还是怎么搞的。这次的背鳍呢，可以看到做的是非常连贯的，但是有点连贯过头了。可以看到头还有脖子上的背鳍呢是相互干涉了，我们还需要剪上一截。除了头雕之外，最影响美观性的 KO 缩模问题呢就是肩膀。可以看到它作为没有肩胛的奥特曼呢，如果说它的肩膀缩模严重的话，真的是特别的难看。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连贯性呢勉强还算是能看。大臂还有这个老式蝴蝶肩膀里面的涂装呢也是没有阉割的，而且呢也是能够正常拉伸。然后胸部这里呢，可以看到胸灯透明零件呢没有阉割，但是呢做成绿色，本来应该是蓝色的嘛。然后就是有点小重点嘛，就是这里有块蹭漆，然后就是这个银色涂过了，比这个刻线要多出来一大截。然后其他地方的银红分色对应刻线的话，做的是马马虎虎吧，算是 KO 里面比较好的一个了。当然 KO 包括大通在内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胳膊肘还有这一个膝盖处的缝隙呢，它也是有的。胳膊肘这里的断层感呢不算是太严重，但是膝盖处的有些大就太影响美观了。然后很多人可能到手之后发现他的腿呢没有我的直，这个是因为这是老素体，老素体它是有这个平转关节的，所以说你是需要你自己去扭到位，不是说 Q 它是做歪了，而是单纯的你没有扭到位。然后我这个膝盖呢有点离谱，就是说可以看到它这一个右腿呢是这下端没有插到底，左腿呢是这上端没有插到底，所以说这两条腿是一样长的。一会儿我们泡热水拆开它，然后扩一下孔让它插到底，应该能美观不少。然后它的可动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低头幅度呢不怎么有，抬头幅度还可以，转动没问题，胳膊的平台可以接近90度，大风车没问题，大臂这里可以平转，蝴蝶肩膀的可动也没问题。然后就是胳膊肘这里可以360度转弯，然后就是曲轴幅度可以达到100度多一些，手腕呢不算灵活，胸腰部的可动幅度非常一般，然后转动的话是特别紧的，可以非常明显的听到吱吱的声音，这里要小心一点。胯部的侧踢可以轻松的达到1字马，然后前踢呢能够达到90度，后踢30度左右，大腿根可以平转，屈膝幅度可以达到120度以上，这里也是可以平转的。卷弯向内的接地性比较一般，但是向外的却特别大，然后脚尖也是可动的。这样一圈把玩下来之后呢，我的感受就是说它的一个胸部的平转太紧了，会咯吱咯吱的响，然后就是这个大腿和膝盖的连接处呢，它屈膝比较松，其他地方的阻尼感觉意外的还不错。配件方面呢，先来看一下手型。首先是一只右手的武器握持手，一对这一个战斗姿势手，再加上一对飞行光线手，那就是一个光线，一个贝塔魔棒，一个初代死了的头，还有一个红灯。比起那个绿灯，不是那个蓝灯呢，这个红灯的效果真的是好了太多太多。而贝塔魔棒的话，可能是因为体型比较小嘛，所以说做的有些粗糙了。而这一个初代死亡的头雕呢，本来以为会是佐菲的铜模换色，结果呢竟然是全新开模的，而且呢比佐菲的头雕要对称了很多。特别是它的这一个下巴，感觉比我那个万代的 BS 要正了很多。
最后就是左飞的光线，可以看到它的透明件的质感效果呢做的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它最后这个迸射的效果呢，涂装实色实在是太出戏了。装载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说呢，你只需要把这个手型的手腕关节给插进去就行，不需要任何的手型辅助。手腕和光线的插拔有点松，建议加固一下，其他的手型组合度倒是没什么问题。关于修复的话，我们先泡一下开水，拆开这些关节，不用泡多，泡半分钟就够了。然后我就找到我的右大臂还有右小腿插不到底的原因了，是因为水口太长了，并不是太紧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用手装再适量的扩一下孔，说不定能插得更深呢。这样插到底之后，膝盖的关节效果好了不少。然后背鳍呢，我们要剪短上这么一小节，减少干涉。切完之后可以看到背鳍也算是比较流畅的连下来了。像膝盖关节手感略松的情况，我们可以抹一点丙烯乙钾光剂给它加固一下，抹上之后活动活动，让它流到关节的缝隙里面，然后把表面多余的给擦掉，一天之后就干的差不多，能紧实不少。头角凸出来一块的问题呢，可以用这种软的打磨板进行打磨一下，让它稍微平一整一些。胸灯颜色不对的话，我是用的青角川的透明蓝手涂漆，就这样直接简单的在外面涂了一层之后呢，就变蓝了。就这样修完之后顺眼了不少，70块，你们觉得这个怎么样呢？